就本来大家认为关税民进党政府还在吹牛，我从32降到20，我很努力啊，一大堆，他也不算那个汇率升了12%，20加12其实是32，他更没有告诉我们是叠加了。什么叫叠加？原来那个税率还在那个地方，20加上那个原来的税率，他都没告诉我们，大家都不知道啊。所以国民党委员说你这不是黑箱吗？然后呢，龚明鑫然后呢这个戴着口罩快闪。然后问他是行政秘书长，然后呢就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。好，那中经院长说，如果你想要不要叠加，要付天价你要付很多代价了。好，那另外呢，那现在到底有没有付代价，你也不知道。你现在到底是不是搞不好已经付了天价了？台积电去1650亿美金的投资，那不算天价吗？那算是很多的钱呐，对不对？还有其他的，不是这样就满足了，这样满足我们早就谈下来了。你其他还付了什么呢？农业有没有开放呢？基改食品有没有开放呢？猪肾有没有开放呢？这个其他的到底汽车关税降到什么地步呢？通通没讲啊！中央说呢，叠加关税，我早就跟你讲了。那王宏威委员说，民进党内部都炸锅，你跟谁讲？他说他4月就讲了，就4月就讲了，所以呢，联合报的就评论是说，关税谈判失能，谈得一塌糊涂嘛。赖政府选择性失明跟失语，假装看不到，假装不会讲话，假装听不到所以呢，就产业都很焦虑了。你政府还在搞内斗，还在那边搞大罢免。你823真的可以停了，你726已经输到脱裤了，全部输光光，25-0，你还好意思搞823？你这是应该全力想办法，全力要来跟美国谈嘛，想尽办法，用尽你的全力。你看，还有那时候跟民进党的新的那个秘书长，我真的听得快撞墙。他说你的任务一半是关税，一半是救灾。他何博文记者出身，他有多少能力啊？他多少斤两啊？他全力救灾，全力阻挡关税，全力去辅导业者，都来不及了，还要一半关税，一半的救灾，一半去搞罢免，是搞些什么？你不应该救灾是要搞了，不要罢免了，就全力想办法来辅导业者。去知道业者的苦，然后怎么样来帮助业者，这才重要嘛。台湾过去70年就是靠这些业者，尤其中小企业，一点一点，对不对？我40年前在欧洲就看到我们的欧秋伟提个007手提枪，我说那边可以对我到欧洲他到欧洲，他要到非洲啊，那是叫非洲开拓市场。我们台湾是这些人这么努力，一点一点累积我们的外汇，一点一点累积我们的国家的成就。我们看一下。局长觉得这是不是黑箱作业啊？局长是刻意不特别提醒国人吗？怎么问就是不回应叠加关税。政院秘书长在专人引领下，迅速从前门进入会场。一个主要是药品的部分，还有医疗器材作为主轴。演讲主题是生技医疗，多少跟关税有些关系。不过全程也是轻轻带过，而且国民性离开前更干脆戴上口罩。局长觉得这关税叠加要不要跟国人说清楚一下？还有这个军购也是绑关税。看来秘书长是铁了心不回应，但这是否也坐实在野党质疑？毕竟关税战打了4个多月，国人对叠加关税多数很陌生。直到8月8号晚间近9点，因为经济部的一纸新闻稿，才发现原来关税不只是20%是叠加税率，像是工具机业，最后就是24.7%。不过行政院经贸办对此仅回应4月即已说明，除了原有的关税外，另外再加征个别国家对等的关税。确实4月初已告知，不过之后呢？看看总统8月1号的记者会，全程未提及叠加关税。6号下午政院的背景说明会也是只字未提，也难怪消息曝光被质疑谈判不利，连自家人前退辅会主委李文忠也看不下去。国民党更拿日本为例，怎么没派人去谈不叠加？但其实谈判小组一直都和美方在接洽。我认为政府和美国应包括232条和半导体产业一起谈，才会更有利。身为赖政府的议员，难听话不好公开说，只是被淡化的叠加关税突然一爆，后坐力或许不是必谈，就没事。那我们现在请教这个理事长这个郭爱梅理事长。他是台湾机械工会同业工会理事，他也是三丰机械工会的总经理
那他们是做这个数控车床、精密车床，台中这方面是很厉害的哈，而且在我们这个中部的产业蛮重要的哈。他也是台中市太平产业园区厂商协进会的创会理事长。来，郭市长，到底对这个有多严重？你们原来毛利到底有多少？纯利有多少？然后这下去会怎样？我跟大家报告哦，事实上，因为我们三丰机器拥有65年专业车床制造的专业的出口制造商。当然，我们卖全球50个国家，当然我们也卖美国。那美国市场来讲，在3月底之前，也就是川普他宣布对全球对等关税之前，我们是以台湾车床对美国来讲是4.4% 的关税。那他在4月9号他说好，我全球给你90天的宽限期。90天宽限期的时候，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出了很多货，因为赶宽限期嘛，我们很清楚，我们业界都很清楚是10+4.4哦，我以车床为例来举办，因为车床我是最清楚。因为当时10%嘛。对，我每天都在看报表，关税我当然看得到。好，原本在3月底之前是4.4，那你4月9号宣布对等关税，给你一个宽限期90天的时候是10+4.4，那时候我付的关税是14.4。好，你8月份终于谈出来，我们终于等到了。谈出来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是20%，但是他忘记告诉国人。你原本的基础关税，这叫做基础关税是4.4，你要加上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国是南韩以及日本，他们在原先就签有类似自由贸易协定，台湾没有签到自由贸易协定，所以你就算它叠加，你南韩他根本不用去争什么叠加不叠加。什么叫叠加？我原本是0啊，我的 N 是0，我还怕你叠加吗？可是他没有告诉大家。竞争对手国它是0，我们以工具机平均不会超过5，塑胶要6，好，还有水五金，所以说你原本这个 N 就是它的基础关税，你应该跟大家讲，要基础关税再加上我现在谈的20% 的对等关税，所以是20+N。那日本呢？日本它以工具机来讲，它原本也是在3月底之前，它有 N 年的也是。不用叠加的，我现在都讲都是工具机，其他行业我不清楚。日本、韩国很简单的，它都是0，它的 N 都是0。好，现在他们谈15了，15。我们台湾的工具机是原本的4.4再加20是24.4，那24.4减掉15是9.4，也就是说你东西都不要比，你不要管你想要买日本货、韩国或台湾货，东西都还没有比，也不要管是哪一国制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台湾的产品一出去，工具机一到市场上，我们在价格竞争力上面，我们就已经输了9.4，接近10%。那再来，我一定要讲一下汇率。这个是刚刚的，好，那还有这个是90天宽限期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观念。那现在我一定要讲汇率，在我们的心目中，汇率比关税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美国关税是台湾的货品输对美国，所以说如果我没有做美国市场，我可能不会这么 care。但是汇率不一样，汇率可以说是通杀。没关系，我来讲，应该可以清楚。汇率是通杀，怎么讲通杀？汇率是全台湾出口商你在全球的市场的价格竞争力，汇率。大家说我要给你很多补助，当然我们也很感动，政府他马上4月6号就开记者会，他也到台中来跟我们谈，我有进去谈。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感受到政府的用心，他也想帮你，他也想补助，这些都有，我们不能抹灭他说他都没有。但是缓不济急，我们要的是治本，我们要的是治根，而不是治标。那当然你在谈的过程中，我们也都很清楚，主导权在美国，不在台湾。但是你只要告诉我现在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真实的情况就好了，让我们有办法去应变，让我们有办法去应付未来的市场。那汇率来讲的话，我刚才讲到一半，你汇率你对美国好，我们假设以现在我们又再讲到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国，在日本跟韩国不是只有在美国要跟他比，你到了印度、泰国、越南，
加拿大你还是要跟他比，你到中东你还是要跟他比，这时候汇率又来了，你就不要先美国关税，我们先告一段，不要讲汇率是通杀。为什么是通杀？你卖到全世界各国，只要是以美金计价的生意，我通通必须拿来换台币，我不换台币我没有现金流量啊。好，那像我以这个来讲的话，假设我在4月初我接了一笔10万块美元的生意。如果你给我1比33，我可以换到330万的台币。那如果在8月这个时候我该出货了嘛？大型机器4个月就出货，我只换到29的时候呢，那我光汇损，我马上损失12%。你刚才12%，如果以美国市场的外销来讲的话，我再加上原本的10%，我光都什么事都还没做，我就已经比别人矮了22%。有台湾的产业真的有这么强吗？体质有这么硬吗？都要靠自己。那我一定要再次的讲，会可能，我觉得你关税是掌握在美国人手中，这个无可厚非。大家全世界都知道，美国很强势，美国很会谈生意，很会谈交易，这个我们都可以体谅，告诉我们实话就好，我们才有办法去应对未来的情况。很多业界朋友都打问我，你知道我们台湾的对美关税天花板不是20%？他问我知道吗？我说，事实上，如果你有做美国市场，你是知道的，但是他没有把话讲清楚，我们会误解20是天花板，那现在才知道20加 N， 好，这都没关系。那如果说你汇率这个时候汇率是掌握在台湾的手上了吧？你中央银行、中央政府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上了吧？你如果可以适时的往贬值的方向走，不管多少，你就适时往贬值方向走，就算1块5毛都好。这个时候，出口商在利润上的损失多多少少，立马就补了，立马就补回来了。你反方向，你如果还是让台币继续升值，产业界绝对是哀鸿遍野。为什么？你这个利润关税比不了人家，汇率又比不了人家，汇率的杀伤力是最强的。我不是只有做美国生意，我还要做其他国家生意，我马上一换，损失12%，反方向的增加12%。这个时候对台湾，如果真的政府有心要帮我们，当然我们还是很感谢他那些优惠政策，有在做。但是如果你汇率马上往贬值的方向走，立竿见影，我马上自己去换台币，我就是对我的收入一定有所补偿。而且这段时间日本其实是贬的，对，韩国原来贬，现在涨一点，但是整体来看它还是贬的。只有台湾一下轰隆隆涨了12%到14%，到14%，到14%。对业者来讲，那个是毛利、纯利都被你吃光光了。续约再回来。好，那么这是除了刚刚郭理事长的这个汇率当然很重要，关税对全台湾都有影响，不是只有某个，不是只有台中，不是只有这个高雄。饮料全台湾。原来饮料关税6.7%，现在变26.7%，将到美国了。半导体原来0%哦，可能会100%，现在不知道。哦，影响新竹电子材料，新竹、高雄工具机原来4.7%，刚刚讲24.7%，在台中地方比较多哈。然后呢，塑胶、橡胶、皮革、造鞋，现在变成23到26%，彰化、云林、高雄都受到影响哈。那所以呢，工具机、模具、塑胶产品、电子材料都受影响，纺织成衣。现在28到31%，这个还多了。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彰化、台南，农渔产品、蝴蝶兰影响很大哈。台南、台东、宜兰、屏东，自行车25.5到31%，因为加了5.5到11%，彰化影响很大。模具现在变22.6%，台中、彰化、云林影响都很大哈。纺织成衣也会受到影响哈。所以呢，这个20%再加上这个原来的关税，所以比日韩高很多。所以现在工业区很多厂房在求售，所以恐怕会先大规模的失业潮。大家知道，台湾的中小企业养活我们台湾大概将近80到90%的这个就业者，大厂其实台积电养不了多少人的哦，这种中小企业养的人才多哈。那所以工具机可能会被有一个淘汰战了哦。台中精机的董事长黄明和说，是40年来最惨烈，40年都没有这么惨烈哈，就双重啊。汇率加关税，还在加叠加关税哈。那另外呢，这个高世玉哈，他是中华民国精密机械发展协会理事长，高明精机总经理，他说这很麻烦的，不接就等死，没有订单，接了就找死。
哦，接了以后没什么利润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那另外呢，这个传产哦，现在拉警报，20+N，所以大规模失业潮会来，全总哦提出3个诉求，就是要继续跟美国协商哦。第二个呢，要补助转型；第三个呢，要赶快稳定汇率。哦，这个你不能再这样变来变去，到底怎么会是赶快？经济部说，我们4月就请美国律师说明，你们都清楚我们关税的算法，奇怪了，我们怎么都不清楚呢？如果业者知道的话，媒体一定知道，媒体知道的话，我们一定会知道，没有人知道嘛？你到底什么律师跟你说？你到底跟谁说的？哦，国发会说，预计大厂都会有布局美国的大动作，主要到德州及墨西哥，就是被逼得到美国。但你到墨西哥，但现在到墨西哥干嘛？台湾很多厂都到墨西哥，很惨呐！我告诉你，台湾厂前2年得到这个讯息的，一个就搬到墨西哥，一个就搬到越南，现在都很惨。哦，那另外呢，这个 TBS 做了一个民调了哈，对赖清德的关税满不满意？哦，不满意的有52%，哦，然后呢，满意的32%，哦，所以呢，不满意已经超过一半是大于满意，因为为什么有人满意？有人可能根本不是做外销生意的嘛，或有一些的外销市场也不在美国嘛，甚至一些进口生意呢，他觉得跟他也没什么影响，所以是有不同的，不可能让大家都满意都不满意，但是已经比例很高了，52%是不满意的，看一下。全台输美产品关税适用叠加方式，并高于20%的消息，让产业界忧心忡忡。全总提出3大诉求，要求政府持续与美国协商降税，对受影响的产业劳工提供补助与转型支持，也要稳定汇率，减轻出口成本与金融汇损的压力。全总也示警，甚至有企业要减裁中高龄的员工。而工商协进会也提出4大诉求，要求政府及早整合与厘清关键资讯，包括召开说明会，解释清楚叠加税率的计算方式，针对不同产业提供具体的税率范例，让企业及时评估冲击，并启动对应的方案。而台湾工具机暨零组件同业工会则表示，与日韩等竞争对手的输美关税相比，台湾税率仍偏高，但政府尽速以外交途径与美方协商。嘉宇。这次的关税当然是对台湾产业的一个黑天鹅。那政府现在该做的，当然就是去汇集各个产业面，去了解说各个产业的需求。像我们这个传统的机械业，或者是纺织业、工具机等等，各个产业在面对相同竞争国家、主要竞争对手的时候，不管是从汇率或是从关税，我们要如何去因应？配套措施在哪里？支撑措施在哪里？甚至如何协助转型，或者是提升其他的竞争力？刚刚也特别提到，未来可能还面临劳工、就业、失业等等的问题。那政府的补助方案在哪里？我想接下来政府要做的事情非常多。那在谈判结果确定之前，政府其实都努力的替我们的产业、替我们台湾争取最好的方案。只是说，大家对于说这个所谓4月就已经宣告叠加关税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政府的说明确实不够清楚。因为如果从整个当时的记者会1个多小时来看，这个叠加关税在其中可能1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提到，而且没有被重点的提醒。那在产业界他们本身非常清楚的人当然知道，可是对多数的民众可能不是这么清楚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资讯落差，可能会让大家觉得说有点措手不及。所以我觉得政府可能在相关的配套上，必须要更细腻的让民众能够知道，也不需要恐慌。但是对于产业所面临的即将来的这些问题，政府是不是有配套跟因应的方案，这个才能够让大家去安心。那只是说我们还在谈判，这个可能不足以去因应现在大家所面临的问题。那你说其他国家他们谈判的过程是什么？像最近日本他所披露出来的这个次泽亮正，他说他去谈第7次的时候，突然在早上接到一个电话，就是美方的这个商务部长说我们一起吃早餐吧。结果吃早餐不到10分钟就说，请你到白宫，川普要见你。所以他在第7次的时候措手不及，突然去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面见了川普。川普就直接拿出一叠文件，跟他讲说，
你们日本就投资5500亿美元哦，你现在打电话去问首相说可不可以？所以他之前的努力，所有谈判的过程，最后川普是直接叫他打电话给首相问，后来首相就反正就同意了，当时就当场敲定，所以你就知道这整个谈判的过程完全系乎在川普一个人的决定身上。那包括南韩的谈判代表，他也说哦，他们去的时候，川普就先跟他们寒暄说金正恩最近好吗？等等哦。那当然，郑丽君他最近去了5次的努力，可能还不到第7次，说不定第7次川普就会叫他去椭圆形办公室，请高嘉瑜代表去谈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等待一下，因为毕竟我想郑丽君她真的很认真，因为她也是学运时代出身的，她最讨厌黑箱了，她一定会很努力的帮大家争取权益。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，政府还可以做更多的。不，我听这学运跟那个可能没什么关系。你到美国去谈判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来，怡珍先讲。刚刚高嘉瑜委员说，这个产业需求，赖政府要去了解哈。我相信这个赖清德政府一定很了解，因为我们刚刚郭总经理也证实说，有啊，政府有来谈啊，他也有进去谈啊。我相信赖政府了解，但是呢，赖政府是无能为力，没有能力对关税这件事情、对汇率这件事情做出最好的方法。那高委员刚刚也说，那接下来赖政府事情很多啊，事情本来就很多，难道执政就这么简单吗？那既然事情这么多的话，请问一下赖清德政府，你为什么还要搞大罢免呢？台湾的企业其实韧性非常非常强，我们刚刚在这个郭总经理的这个很多一些叙述就听到了。但是呢，台湾企业的韧性很强，但是不能让赖清德政府这么的任性。刚刚郭总经理就说了，这个工具机他们什么都还没有做哈，就已经输了日本跟韩国。请问一下，现在的这个输日本跟韩国是我们的台湾产业输吗？是我们台湾产业的产品的品质不好吗？不是是我们台湾政府的能力完全输掉了。刚刚我们产业的心声是说，你就告诉我们真相嘛，每天看报表，但是呢，我们却看到了是这个关税的谈判完全是黑箱。郑丽君副院长又说，我是争取不叠加。其实我们很多民意代表都知道啊，我们要争取很多的建设，我们要讲究的是所谓的成功争取，就是我们真的争取到了，我们真的争取到了，我们关税的天花板就是不叠加，我们的汇率汇损就是怎么样。但现在郑丽君出来开这个记者会，这个台股还给了一波红，结果呢，大家空欢喜一场，因为你讲的只是我争取不叠加，还要直接盖牌到10月多。那你说没有黑箱谈判哈，我是学运世代，结果呢，你只是签了这个保密协定，那你又说我没有黑箱谈判，我会成立线上专区，拜托我们这么多的立法委员，这个谈判内容都看不到，这个线上专区又有什么用呢？好，郭理事长，请问国发会说这个主委说是。大厂都会到美国去布局的，要不然就德州，要不然墨西哥。那你们呢？我跟大家报告台湾的机械业，那以工具机产业来讲，之所以伟大，不是因为某一个大厂，都不是。我相信黄委员很清楚，我们台中有个叫做黄金重谷，对，大多山。以我来讲，我的供应商超过100家，是我们台湾的机械业之所以伟大，绝对不是只有靠工具机厂。你知道有多少的配套，有多少的供应商在下游才能够成就这整个产业链的完整，才有办法做出一个最精密的高端机械。你大厂去而已吗？你有可能带100家的供应商都去。我捡个最简单的，你铸件找谁？最简单的，你铸件要找谁？有铸件厂愿意跟你去吗？好，这是第一个疑问，供应商。你带得走吗？你去那边，你怎么养活人家？人家跟着你走，你要养活这间铸件厂，你要养活这间加工厂。第二个，事实上现在去已经太晚了。为什么说太晚？在20-30年前，日本前5大的工具机厂，韩国的前几大的工具厂早就已经在设厂了，他们就是我们的最主要竞争对手，已经都设厂，该设厂的都设厂了，有能力设厂的都设厂了，不是你现在才来讲说你让我去设厂，这简单吗？第二个，好高阶的有日韩，下面的大陆，咖喱变更小大陆也进去设厂了。他们之前的中美贸易战的高关税说已经进去一波了，他们已经进去一波，他们已经变更小了。你再盖大的关税都跟我没关系，我有能力的中国的工具机厂、机械厂，我早就已经进去设厂。请问一下，你台湾去你要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？你是高阶呢？你高阶？你拼得赢日本机吗？你拼得赢好 OK 啊？你拼价格，你拼得赢中国的机吗？所以说你现在来说有很多大厂都要进，现在要进去设厂，我没听到，
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，这问题点太多了。凤姐，我必须说，这一段期间其实有很多都是那种用隐瞒的方式的欺骗。我举个例来讲，叠加关税我们大家很意外。可是叠加关税是谁发现？是日本先发现的。日本发现说欧盟谈到了封顶的关税，所以他们说我们也谈了封顶啊，意思就是说大家知道是叠加，所以我就要努力去谈出封顶，最多就是这样了。日本就谈出了天花板。好，所以呢，他就说：“我明明谈出天花板，你怎么没给我天花板？”4则量证立刻飞到华府，然后呢，接着就确认了，确实是天花板。美国现在也确认了，他们会修改他们的行政命令，然后呢，多缴的税会退回去。那台湾这边呢，因为日本的举动，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那20%不是天花板，原来是地板，还要再叠加上去。这个时候呢，台湾内部炸开了之后呢，经贸办我这边就讲说，他利用不懂的名嘴，然后去欺骗不懂的民众。为什么？就到处跟人家讲说，哎呀，只有日本、欧盟不是叠加，其他通通都是叠加，韩国也是叠加。我其实听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其实很火大这样子，因为就是欺骗民嘴，不知道美国跟韩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，好吗？在全亚洲唯一跟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就是韩国，所以韩国的基础就是0啊。所以他从头到尾不用去谈叠加或封顶，是加0嘛？对啊，所以他的 N 是0啊。我们那个叠加上去的 N 是有数字的，他的叠加是0啊。所以他说，哎，韩国也是叠加啊，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，然后让很多的名嘴用这样的方式在宣传，很多人都相信了耶。我对于很多的人相信，然后没有去查那个背后的那个基本事实这件事情，我非常的愤怒。可是我最后想要提一点，因为刚刚其实呢，郭董提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点，就是汇率这件事情。汇率影响不是只有美国市场，汇率影响的是全世界的市场。因为你就必须要跟全世界去比拼嘛。印度市场我也是用这个美元报价汇率在拼啊，印尼市场也是这样拼啊，欧洲市场也是这样拼啊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们呢在4月到6月的时候，2波突然之间的放手升值，然后2波都跟郑丽君到了美国去谈判，有很密切的那个时间的那个关系。这2波我们从33对1美元，然后呢升值到了29就可以换1美元。可这一段期间，跟我们竞争的所有的货币升值的幅度都比我们低。那这件事情我就这就不是一整套的一个看待事情的方法。其实我们大概在1980年代的时候，我们开始确认了一个政策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从42升到24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死伤了一堆的厂商，那时候倒闭了一堆，彰化有许多的纺织业者通通都倒闭了。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确定了一个政策，叫做一篮子货币。就我们把我们的竞争国跟我们主要出口国变成一篮子，它里面有很多的加权计算的方式，然后作为我们升贬的参考基础。现在还有一篮子货币的政策吗？中国大陆是一篮子货币政策，我们有一篮子货币政策吗？你知道我有时候在节目的时候呢，网友会说：“哎呀，你看人民币都贬值，新台币升值，新台币比较强。”我想说你们够了，就是中国大陆至少会保护它的出口业。那么保护的结果是什么？国际货币基金因为这个样子调高了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，从4%调高到4.8%。因为虽然中国大陆会损失美国市场，但是它会开拓美国以外的市场。而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、汇率政策是让我们的厂商既失去了美国市场，要同时失去全世界的市场，这才是真相。而且中国大陆之所以当然他也在谈，但他没有那么怕。所以他那么硬的原因，因为他外销到大陆只占他外销的20%，他已经降低剩20%。现在最新的只剩下9%了。对啊，这么少。对，7月份的数字。当他的这个比例不大的时候，他就比较有底气嘛。那你现在全部抱着美国，全部抱美国，还沾得意。财政部的上个月宣布，我们好得意啊，我们终于这几十年第一次，我们对美国的这个贸易出超大于陆港28%。你讲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你们到底有没有一体作战的概念呢？休息了再回来。